手机时钟如何同步 NTP 服务器上的准确时间？白云边为银报时。这样的手动电视整点对时，我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自动对时。它依赖的是 NTP 时间服务器。NTP 是网络时间协议的简写。NTP 时间服务器就是通过这种协议，向我们提供了准确的时间。我们的手机、电脑、平板上面的时钟，就是通过 NTP 时间服务器让时钟走得分秒不差。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联网，时钟就走得不准了？是的，任何时钟都有误差，所以才要定期对时。我近期的视频，钟表的经振为什么是32768赫兹，粗略地描述了时钟不准的原因。本期视频，我们抛开枯燥的协议文档，简单粗暴地去了解 NTP 时间同步的过程。看完以后，你就能知道怎么去编程实现时间同步。国内常用的 NTP 时间服务器有这几个，其他的时间服务器可以自己去搜索。本期视频我们用国家授时中心的 NTP 服务器来演示时间同步的过程。在电脑系统上，时钟设置里是可以修改时间服务器的。我的电脑就修改成了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的 NTP 服务器。动手演示之前，我们先了解4个时间戳。整个时间同步的过程就在这张图上，很简单。时间戳 T1 是手机发出询问的时刻，时间戳 T2 是服务器收到询问的时刻，时间戳 T3 是服务器发出应答的时刻，时间戳 T4 是手机收到应答的时刻。一问一答完成后，通过4个时间戳，就能计算出手机时钟是慢几秒还是快几秒。这个实时动态的临时网页是时间同步的手工计算方法，学会以后，不管用哪种编程语言，都能实现时钟同步。网页地址是蓝色的文字，网页我会保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复制保存。在电脑上下载一个能实现 UDP 通信的网络调试助手，在发送窗口粘贴这样一段48字节的询问数据包，最后8个字节填写时间戳 T1， 远程主机填写时间服务器的网址或者 IP 地址，端口号是123，把询问数据包发送给 NTP 服务器，会得到48字节的应答数据包，这就是我们用来计算时间的其中3个时间戳。我们只要编程建立 UDP 通信，就能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应答数据包。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计算。把 NTP 服务器应答的48个字节，按每8个字节分为一段，倒数第3段是 T1， 也就是询问包里的最后一段。倒数第1段是 T2 和 T3， 服务器收到询问和发出应答会打上这2个时间戳。T1、T4 是手机发出询问和收到应答自己打的时间戳。我们现在看到的 T1 到 T4 是16进制表示的，都是8字节64位的定点小数，小数点在第4、第5字节中间。前4字节表示秒的整数部分，后4字节表示秒的小数部分。客户端也就是手机通常用的是 Unix 时间戳，它是从1970年1月1日0点整开始经过的秒数。NTP 服务器通常用的是 NTP 协议时间戳，它是从1900年1月1日0点整开始经过的秒数。记住这2个时间戳相差了70年，后面的计算需要做调整。把 T1 到 T4 按照刚才说的定点小数格式转换成10进制，用这个公式算出网络延迟，再用这个公式算出手机时间需要调快或者调慢的秒数，得到正数说明手机时间慢了，负数就是快了。这里减去的这个数就是刚才说的那70年。最后
正确的时间就是此时此刻手机的时间戳加上那个需要调快或者调慢的秒数，然后再用 Unix 时间戳的转换函数，就能显示正确的北京时间了。详细的计算过程，请到那个临时网页去查看。感谢您的关注，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再见。